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生的频道。今天的节目您要认真看，好好领悟，真的能够帮您赚到钱。这两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中美两国的谈判代表他们坐在一块儿谈判，您猜谈判前发生了什么？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加征155%的关税，还要搞软件出口的管制。这一嗓子吼出来，全球的市场立马就慌了。华尔街的恐惧指数飙升，科技股应声下跌，而中国这边呢，也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那我们就收紧稀土出口吧。所以你看着是不是觉得这一幕特别熟悉呢？对了，这个就是过去8年反复上演的老戏码。很多人看中美谈判就盯着这些新闻的头条，今天又握手了，明天又翻脸了，后天又要说合作了，看的所有人都云里雾里的，对不对？但其实这些所谓的新闻头条都是在重复反复的上演固定的剧本。美国的对华谈判，我管它叫做是一个三幕剧。美国人玩的这样一出戏啊，节奏是固定的，套路是非常清晰的，甚至连台词都是这几句外交黑话翻来覆去的用，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它的这个剧本核心从来没有变过。今天我就把他们的这个套路给您拆开来讲清楚。我不仅会告诉您美国人是怎么样演这出戏的，还要告诉您中国是怎么样从一开始的被动挨打，慢慢学会了破解美国人的套路，甚至开始改写剧本的。我们先说说这个大戏的第一幕，那这一幕就是谈判还没有开始以前，美国人先给你造一个势。什么叫造势呢？说白了，就是在你还没有坐上谈判桌之前，先把你的心态给搞崩掉，让你带着一身的压力，一脑门子的汗来上这个谈判桌。而这样一套组合拳主要有3板斧。那第一招叫做虚空造牌，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是凭空给自己来造筹码。怎么样造呢？非常简单，先放风。每一次中美谈判以前，你总能够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媒体引用不具名的某高级官员的话，放出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比如说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商品加征多少的关税，或者要实施什么样新的制裁的措施。特朗普自己往往事后会在推特上说这些是假新闻，但是你想想看，其实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呀。市场一恐慌，股市一跌，舆论一炒作，这个谈判的议程就被设定了。而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要回应、要澄清的被动的位置。从2018年到2019年这样一场贸易战，我们看得特别清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他先发布一个301调查报告，给后面的这个关税行动打一个合法的幌子，然后特朗普他就开始上场来威胁了。先说要对2000亿美金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后来又说要提到25%，这个就是层层加码，逼着你就范。而最绝的就是这个155%的关税威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55%这个数字明显不是经过什么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经济测算得出来的，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心理战的武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设定一个极度不合理的最高的威胁线，让后来实际执行的这个25%的关税在心理上都显得是好像你得了一个便宜，是对方让步了。所以你看，就这样非常巧妙的把谈判的基准线给你彻底扭曲了。而且你得明白，特朗普这么干，他一方面是对外施压，另外一方面也是演给国内看的。贸易战打久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起来了，他需要在谈判桌上赢一把，好让美联储来降息，解决他的债务问题。所以这第一幕的戏既是给中国看的，也是给华尔街跟美联储看的。除了放风造势之外，其实还有更实质性的威胁，就是突然升级制裁。比如说2025年9月底，就在中美关系又紧张的时候，美国商务部他突然宣布要扩大出口管制的范围。以前你只是把某一个公司拉黑了，那现在好了，
这个公司持股50%以上的子公司也自动进了他这个黑名单。而这样一手呢，直接就把北京给惹火了。你想想看，这等于是把商业跟技术的问题彻底武器化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当作是外交施压的工具。而第二招叫做拉帮结派，和中国单打独斗的威胁力度不够大，对不对？所以美国它还得营造一种全世界都在反对你的这样一种氛围。在贸易战期间，美国、欧盟、日本他们的贸易部长开了好几次的三方会议，而且还发表什么联合声明，矛头直指中国的非市场导向政策。虽然欧盟跟日本他们因为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联系太深，他并没有真的跟着美国大打关税战，但是这些声明的发布时间点都非常精准的卡在中美谈判的关键节点上。2021年3月阿拉斯加这样一场非常著名的对话之前，你看美国他是怎么做的？国务卿布林肯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们飞去安克雷奇见中国代表团之前，先去了日本跟韩国，搞了一个2+2的会谈。更损的是什么？就在对话的前一天，美国他还以香港问题为理由，对24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所以你看，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就是要在对话开始前就摆出一个实力的地位，给你来一个下马威。而第三板斧叫做抢占道德制高点，美国它特别擅长把自己的核心诉求包装成全球性的问题，或者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而同时呢，把你的这个核心利益说成是破坏规则的行为。芬太尼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美国人把其实是自己国内的这个阿片类的药物危机，它说成是中国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出口造成的，而通过这样一种刻意扭曲的叙事，美国人成功的把一个复杂的国内社会问题，他甩锅给了中国，让自己要求中国加强监管的立场带上了人道主义的光环。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比如说芯片出口的管制啊，被定义成是维护国家安全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必要举措，而中国的科技自主的发展就被美国人贴上了不公平竞争、盗窃知识产权的标签。所以你看，通过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构建，美国人在遏制中国的同时，还能够以规则守护者的形象自居，这个就是在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作用。那这第一幕戏里头呢，还有一些黑话你要听得懂。美国人在这个阶段，他们放出来的威胁信息，通常不会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媒体来吹风。比如说什么匿名的高级官员啊，或者是总统的社交媒体啊，语言上充满了模糊性。比如说我们正在考虑，我们不排除，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等等。那这些话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它从来不明确具体的行动是什么，什么时候发生，规模多大，但恰恰是这样一种模糊，逼着市场跟对手必须为最坏的情况来做准备。2019年5月5号，特朗普他突然发推指责中国是背弃承诺，威胁要加征关税。第二天全球市场就炸开了锅，中国的 A 股大幅低开，人民币汇率承压，一片哀鸿遍野。所以这样一种市场的波动本身就成了美国向中国施加的又一层压力，它试图在中国国内制造一种只有妥协才能够换取稳定的氛围。所以到这里您看明白了吗？第一幕戏的三板斧，极限施压、拉帮结派跟抢占道德制高点，他们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就是要在谈判开始以前先完成一次权力的非对称的布局，让中国人在踏入谈判室之前，心理上和战略上就已经输了第一回合。好了，第一幕戏的这个势营造完成之后，中方带着满身的压力坐上了谈判桌。那现在大戏进入了核心的第二幕，就是谈判桌上的局的博弈。那这一幕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艾森在这个地方要敲黑板了哈。第二幕戏
美方的核心目标，他们不是真正解决所有的分歧，而是在不做实质性让步的前提底下，达成一份看起来很积极，但解释空间巨大的初步成果。与此同时呢，他非常巧妙地把未来履约的这个压力跟可能毁约的责任全部推给中方。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美国人的第一个战术叫做选择性议题推进，美方他会把非常复杂的议题拆分成两类，可谈的跟难谈的。可谈的议题通常是美方它有迫切需求，而中方也有合作空间的领域。比如说2023年旧金山 APEC 这个峰会期间呢，打击芬太尼，恢复两军的高层沟通，增加客运的航线，这样一些议题就被优先推进，并且达成了成果。这些议题要么符合中美双方他们的共同利益，比如说防止军事误判，要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比如说应对阿片类药物的危机。那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付出的核心战略成本相对比较低，美方呢，他们通过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就可以向国内展示他们的外交成果。而那些比较难以谈成的议题呢，比如说取消对华的关税放宽高科技出口的管制，这样一些议题往往触及到核心的利益，需要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那这些领域在谈判的时候往往会被一笔带过，或者是用一句双方阐明了各自立场这样一种非常官方的这个说法来收场。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样一种以点带面的策略，它的目的就是用次要议题取得的成果来掩盖双方在核心分歧上的僵局，制造一种谈判取得了全面进展的假象。而第二个关键就是外交辞令的战略运用，也就是战略模糊。这个是第二幕戏的灵魂所在。美方他在成果的表述当中会大量使用解释空间极大的黑话来达成原则性的共识，而非细节性的条款。这个也为日后的变卦埋下了伏笔。我们来解析几句非常经典的黑话：坦诚、深入、建设性的。那这几句话几乎出现在每一次中美高层对话的通稿当中，它的真实含义往往是双方分歧巨大，交锋激烈，这个叫做坦诚，把所有想说的话，包括最尖锐的批评都摆在了台面上，这个叫做深入，但最终没有不欢而散，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这个就叫做建设性。所以这样一句看似积极的话，那实际上是对于一场激烈争吵的一个体面的包装。达成重要共识或者是初步共识，那这两个词的模糊性就更高了。它可能意味着中美双方在某个次要问题上同意了一个合作的方向，但具体怎么样落实，谁来负责，时间表如何，所有的细节全都没有。而更常见的情况就是双方唯一的共识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解决了所以同意下次再接着谈。而在某些领域加强合作这句话，就比如说像本次2025年吉隆坡会谈当中，双方宣布在芬太尼管制、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加强合作，那这样一些官方的说法往往意味着说双方在一些争议比较小、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可以达成具体的安排，以此作为会谈的成果对外展示。其实这也意味着更重大的结构性的矛盾被回避了。而美国人的第三个战术就是单方面定义成果。那谈判一结束，美方通常会抢先一步，通过媒体发布会来定义本次的谈判成果，为全球媒体的第一波报道先定下基调，而塑造美方获胜或者是中方承诺的这么一个公众的认知。本次吉隆坡磋商以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高调宣称取得了重大成果，说什么中方同意将稀土出口管制推迟大约1年，还同意说大量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听起来好像是美国大获全胜，对不对？但是所有这些非常具体的让步，在中国官方的所有通报里面一个字都找不到。恰恰相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在媒体面前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美方立场强硬，
中方利益坚定。而更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当李成钢副部长说到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嘴角甚至出现了一丝难以抑制的微笑。所以有网友评论说，我们贸易谈判代表都经过了专业的训练，无论多么好笑，他们都不会笑，除非实在是忍不住了。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微表情，可能比几千字的这个官方的通稿透露了更多真实的信息。我想李成钢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解开本次谈判真相的钥匙。如果把这些外交的语言翻译成人话，就是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意思就是美方拍桌子骂人了，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也就是说我们骂回去了。经过1天多的非常紧张的讨论，也就是说大家互骂了1天，差点打起来，形成了初步共识，也就是说中美双方都认为这个事儿实在是太难办了，都同意暂时不吵了，先去吃饭。2021年阿拉斯加对话的开场白其实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双方经过激烈交锋之后，一位美国的高级政府官员立刻向媒体吹风，指责中国代表团是哗众取宠，注重公开的戏剧性表演，而非实质内容。这样一番话迅速被全球的媒体引用，成功的将中方的强硬表态定义为一种表演，而将美方塑造成为务实的一方。而这样一种责任转嫁跟叙事权争夺的策略，最清晰的体现就在于对比中美双方各自发布的官方新闻稿。我们接着继续看阿拉斯加对话的这个案例啊，美方的这个官方通稿跟媒体的简报，核心就是说，我们美方此行的目的是向中方表达严重关切，并且清晰阐述我方的政策。这个叙事通篇就会把美国自己定位为提问题的一方，而中方的通稿则将焦点放在美方的无理攻击跟外交失礼上面。他强调美方在开场白当中这个严重超时，而且故意挑起争端。而杨洁篪主任那样一句广为流传的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这个就变成了中方叙事的核心。我们再看到2023年旧金山的峰会，虽然这个会谈的氛围是缓和了，但是叙事的重点依然是各不相同。美方白宫的这个通稿更像是一份成果清单，详细列举了中方同意合作的具体事项，其实重点就是想展示拜登政府取得了具体的可交付的成果。而中国外交部的通稿则更侧重于什么宏大的原则呀，跟方向性的共识，强调的是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并且突出了拜登总统重申誓不无意以及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态，强调的是美方应该遵守的原则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你看，通过对比就可以发现，美方的通稿他们倾向于将叙事聚焦于中方的承诺跟行动，想要构建一个监督者的角色，而中方的通稿呢，则更强调美方的责任跟应该遵守的原则，力图确立一个平等的对话框架。所以这样一种中美双方在文本层面的这个博弈与谈判桌上的交锋同样激烈，共同构成了这个精心设计的第二幕戏。如果说前面2幕是美国精心布置的这个请君入瓮的话，那么第3幕戏就是最反常识的地方。美方他们会亲手砸烂已经搭好的戏台，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这样一套3幕戏剧本能够无限循环的真正的秘密。那美国人在第3幕戏的核心其实是把成果最小化注意，不是把成果最大化，而是最小化，以及开启新一轮的施压。通常美方会用3个步骤来完成这个过程：重新定义共识，制造新的摩擦点，以及归咎于中国人。那首先是重新定义共识，美方他会利用美国国内政治，比如说国会的压力选举的需要等等，作为不可抗力的借口，对于之前已经达成的这些共识进行更严苛、更具体的单方面解读，实质上就是在不推翻共识的这个民意的前提底下，
完全掏空了他的这个共识的内容，然后非常鸡贼的把这个责任推给中方。2019年5月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外界普遍认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美方突然发难，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中方试图重新谈判。随后呢，美国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将这个叙事具体化，他声称中方在最后阶段收回了很多关键的承诺，尤其是在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国内法这一核心问题上。所以你看，美方这一系列操作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将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简化成了一个中国背信弃义的单向的单方面的叙事。那通过援引美国国会无法接受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协议等等国内的压力，美方呢就会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国内民意约束、无法妥协的仲裁者，从而为后续的关税升级提供了完美的一个政治的借口。而第二步就是要制造新的摩擦点，为了给下一轮的施压积累筹码，美方常常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突然发难。这些新的问题看似与核心的谈判无关，但战略目的就是要通过多线作战来分散中方的精力，并且创造新的施压杠杆。贸易战之后，科技领域就成了新的主战场。即便在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这个经贸协议之后，美方他们依然变本加厉将华为啊、海康威视啊等等公司列入了这个实体清单。此外，在船舶费用啊、中概股的审计监管，甚至于对于中国产的起重机的国家安全的审查等等细枝末节的领域，美方他们也频频发难。而所有这些行动的特点就是非对称跟不可预测，他们是想把战场从关税扩大到金融、科技、物流等等多个维度，确保美方始终掌握着议题设定的主动权。而第三个步骤就是你去追踪共识的后续，会发现大部分的成果都难逃蒸发的命运。我们以2023年旧金山会晤达成的这个共识为例，关于芬太尼的合作，尽管双方成立了工作组，但美方内部始终有声音强调要看到美国国内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的实际下降。那如果美国国内复杂的社会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那这个合作的成果随时可以被定义为失败。而关于军事沟通的恢复，虽然两国的这个高层恢复了沟通，但是这个概率但是沟通的频率跟深度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的状态，美军依然频繁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活动。而关于增加客运的航班，虽然数量的确有所增加，但是恢复的速度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所以这样一种成果蒸发的模式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第三幕戏的一个本质，就是所谓的共识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长久的遵守，而是作为一种战术性的有时效的工具。它的价值在于达成时的这个正面宣传的效应，以及在失效以后为开启新一轮的施压提供借口。而第三幕戏开启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官方黑化的急剧转变。在第二幕戏当中，这个官方的语言是克制的、程序性的，比如说建设性坦诚。而进入第三幕戏，这个语言的风格会迅速切换为情绪化的指责性的词汇，比如说失望严重关切不可接受等等词汇开始高频出现。而这些词标志着外交沟通阶段的这个结束跟政治施压阶段的开始。这种语言上的变脸就是剧本即将翻回第一页，重新开始第一幕戏极限施压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至此呢，一个从极限施压到模糊共识再到推倒重来的完整的闭环跟三幕剧就此形成。这样一部三幕剧可以无限循环演下去。而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三幕剧它不仅仅是政治的表演，它还与华尔街的这个资本周期产生了惊人的共振。第一幕的胁迫总是能够精准地引发市场的恐慌，导致股指下跌。而当剧情进入第二幕，释放出缓和信号的时候，这个金融市场他们又会应声反弹。所以这个可预测的波动周期为掌握信息优势的资本，也为了解这个三幕剧的观众
创造了巨大的获利空间。政治舞台上的这个虚拟的筹码，最终是可以在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好了，讲到这个地方，您可能会要问，面对美国这样一套反复上演的三幕剧，中国难道只能够被动的跟着剧情走吗？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的应对策略其实经历了一个深刻而且清晰的演变过程。从最初在剧本框架那面被动接招，到逐渐熟悉美方的套路，并且开始预判剧情，再到如今主动出手，试图改写剧本。这个过程标志着中国大国战略心态跟战术工具箱的一个全面成熟。中国的破局之道，首先是战略心态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可以概括为几个字：以斗争求合作。这里的斗争，它并非简单的对抗，它强调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敢于并且善于运用一切手段来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核心的逻辑就是真正的尊重跟稳定的共识，它不是靠解释和善意谈出来的，而是要在实力的天平上较量出来。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让美国意识到他的剧本演不下去了，演下去只会付出他没办法承受的代价，那么新的更平等的对话基础才有可能出现。所以这一个思想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他彻底告别了救火队员式的这个非常被动的外交，开始转向起手式的长线布局。心态的转变也带来了战术工具箱的这个迭代升级，从对等反制到非对称制衡。中国认识到，单纯的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这样一种对等的反制，在战略上是有限而且被动的，因此中国开始着力打造一套你没有但是我有的非对称的制衡工具，来精准打击美国的薄弱环节。那第一个工具就是法律的武器化。中国借鉴了美国的长臂管辖，构建起自己的一套法律反制体系。2020年的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的规定，直接对标美国的实体清单。2021年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的反外国制裁法为中国反制外国的单边制裁提供了坚实的国内法的依据。那这样一些法律工具，使中国的反制行动从过去临时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制度化的有法可依的法律行为，极大的增强了威慑力。而第二个工具呢，是经济的精准化，也就是扼住供应链的咽喉。而这其中最具有威慑力的就是对于稀土等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出口管制。这是2025年的这个博弈当中，我们看到中国的稀土牌的打法远比简单的禁止出口或者是增加关税要高明得多。我们已经在前面几期的这个视频当中详细给大家分析过了。而且除了稀土，还有农业。在谈判以前，中国在9月份完全停止了对于美国大豆的进口，这个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的第一次。这一招非常精准地打击了美国农业州这个关键的票仓州，显示出中国愿意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来换取战略筹码的决心。这样一种打击的方式的根本逻辑在于，它不再跟你在广阔的领域进行无谓的消耗战，而是集中优势力量攻击你防御最薄弱但是痛感最强烈的战略节点。它目的不是要摧毁你，所以这个目的不是要摧毁你，而是要让你清醒地认识到对华遏制并非没有代价。所以通过亮出这样一张王牌，中国有效地中和了美国在第一幕戏当中的这个虚空照牌的战术。而现在美国的每一次胁迫，它都必须要先掂量一下自身的关键产业链可能遭受到的反噬。从 F-35 战斗机到电动汽车，都离不开中国的稀土产品跟技术。当第一幕戏的胁迫失去效力的时候，它的整个三幕剧的循环链条便从根本上被打破了。而破局的最高境界是跳出对手为你设定的棋盘，来自己开创一个新的棋局。这个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第三件事，积极的塑造国际议程，来争夺全球南方。所以面对美国不断强化的民主对抗威权的这个叙事跟排他性的小圈子，
中国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跟全球文明倡议。那所有这些倡议的核心理念，比如说主权平等呢、不干涉内政呢、以发展促安全等等，都是非常精准的契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核心诉求。那如果说美国在第一幕戏当中试图构建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来孤立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则是在全球的南方构建一个更加广泛的以发展跟主权为共同语言的朋友圈。这样一种主动设定议程的战略，正在从根本上瓦解掉美国三幕剧上演的舆论基础。当美国想要再营造全球统一战线的时候，他会发现全球的定义正在被改写，它的观众跟配角只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看到在中美这样一种反复的拉锯战当中，我们还必须要理解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就是中美之间的谈判跟贸易战并非简单的贸易利差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国家发展道路跟未来全球技术主导权的一个深刻的博弈。美方要求的核心，用他们的黑话来说，是结构性改变，而这句话背后是要求中国改变其根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包括停止对于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类战略新兴产业的国家补贴，削弱国企的主导地位，放弃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并且全面开放数字经济等等关键领域。从本质上来讲，美国要求的是中国让渡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放弃通过国家力量实现技术赶超的战略，从而将中国永久性的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来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而中国的底牌则是坚守其发展权。北京方面明确表示，其国家治理的模式跟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主权问题，不可谈判。中方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契约性的改变，比如说增加采购美国的农产品，或者是在某些领域扩大市场准入，但所有这些都属于战术层面的调整，绝对不会在触及到国家发展的这个战略核心上面做出让步。所以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诉求与契约性的回应之间的错位，就构成了中美谈判的一个根本性的死结。美国想要的中国不可能给，中国能给的美国他觉得不够，所以这个也就决定了任何中美之间的谈判只能是暂时的脆弱的妥协。有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中美这场博弈的核心在于中美双方谁都没办法投降，美国投降他就要交出经济的跟科技的霸权，国内的债务问题会立刻爆炸，而中国如果投降，放弃高科技，退回到贴牌做加工的这个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养活庞大的城市人口，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场关乎中美各自国运的生存之战。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的策略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心态的转变，从过去寄希望于谈判，转向了现在以斗争来求团结，以实力来求平衡。中国第一次给出的价码其实往往已经是最好的，但是特朗普他的出尔反尔已经给中国敲响了警钟。那现在妥协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空间了，中国已经不再被动的对于美国的三幕剧做出反应，而是通过主动出牌打乱对方的阵脚跟节奏。这个核心逻辑就是真正的平等的协议不是在谈判桌上谈出来的，而是在实力的天平上称出来的。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三幕剧从头到尾解构了一遍。通过今天的分析，您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过去那样一种由美方主导议程，中方被动应对的一个单向互动的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双方都在积极塑造规则，争夺叙事权，并且运用复杂工具进行长期博弈的一个结构性竞争的新常态。美国的三幕剧的剧本未来依然会上演，只要美国将其对华的这个关系核心定义为战略竞争，那这样一套融合了极限施压、模糊共识跟责任转嫁的强制性的外交模式就不会消失。但与此同时
这个剧本的效果正在被中国的破局之道系统性的削弱。中国的反制核心目标并非在某一幕戏当中取得战术胜利，而是从根本上提升美国上演这部戏剧的成本跟风险。而随着中美博弈进入后三幕剧时代，其他主要国际力量他们也被迫要重新校准自己的战略。欧盟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力求成为中美之后独立的一极，而日本则非常务实的让自己在半导体材料、精密设备等等关键节点上变得不可或缺。而韩国呢，则在夹缝当中艰难的奉行战略模糊的政策。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将会进入一个长期的低烈度的全方位竞争为特征的新常态。那种试图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大交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种更加务实的零散的互动模式，聚焦于一系列具体的小型交易，比如说防止金融风险啊，建立军事的危机管控啊，协调应对全球大流行病，或者是在 AI 安全等等新兴的领域制定基本的准则。而这样一些合作将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交易性的，并且不会与核心领域的这个结构性的竞争相挂钩。而最终中国的破局并非意味着中美博弈的终结，而是标志着这个博弈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对等的阶段。单方面的剧本已经被撕毁，一部由两个主角共同撰写，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又被现实利益所约束的新剧本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吃瓜群众而言，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那就是必须学会告别对于戏剧的迷恋，转而专注于对于结构的洞察，停止让你的情绪跟决策被非常表面的头条新闻所绑架。第一幕的极限威胁跟第二幕的这个模糊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各自的国内观众上演的政治秀，所以对于这样一些表演做出过度的应激反应，极有可能会落入圈套，成为被收割的韭菜。而真正的战略洞察力来自于对于驱动大国博弈的底层结构性力量的一个持续追踪。所以未来的赢家将会是那些能够忽略舞台上的喧嚣，专注于分析棋盘本身的人。我建议您关注以下3个真正的战略风向标。那第一个是工业能力与供应链的控制，这个焦点不应该是关税的税率，而是全球制造业产能的实际流向，是对于新建的晶圆厂、电池工厂的投资布局，更是对于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跟加工能力的控制权。谁掌握了物理世界的生产能力，谁就掌握了最终的硬实力。而第二个是非对称工具的部署，未来中美的博弈将会更多通过出口管制标准制定、货币互换等等非对称的工具来展开。所以密切关注各国，特别是中国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反制、规避或者重塑旧的体系。而第三个是技术自主的这个真实的进展，所有竞争的最终焦点都将会回归到核心技术的自主能力上，衡量中国在高端半导体、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等领域的这个真实的进展，而非仅仅听信媒体的宣传或者贬低，是判断中美长期力量消长的最可靠的依据。而对于金融市场的这个投资者来说，这样一场3幕剧则是一场关于认知跟心态的考验。最开始的话很多人是受害者，被华盛顿的这个风吹草动搞得损失惨重，但是慢慢的一部分嗅觉敏锐的投资者开始从混乱当中识别出3幕剧这样一种模式，他们学会了过滤掉第一幕戏的噪音，甚至反向利用市场这个过度反应。而当市场因为关税威胁而恐慌性的抛售的时候，他们反而将其视为买入被错杀的优质资产的这个良机。他们发现只要能够耐心的等待，剧情总会进入第2幕戏的这个缓和阶段，带来一波修复性的反弹的行情。但是最高明的投资者最终会超越对于短期波动的利用，而是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他们明白真正的机会并非来自于对于下一条推文的猜测，而是来自于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一宏大趋势的把握。
他们开始布局那些能够承接部分产能转移的国家，比如说越南、墨西哥。与此同时，也重仓投资于中国国内那些致力于国产替代、实现技术突破的公司。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2025年这个吉隆坡的中美磋商，它不是一个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仅仅是序幕的结束。它标志着中美博弈进入一个以非对称手段跟长期战略相持为特征的新阶段。美国将继续上演它的三幕剧，而中国则会用更强的战略耐心跟更精准的非对称的筹码来应对。说实话，中国不可能仅仅靠谈判就谈出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美国呢，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谈判就谈出一个 Great Again。中美的博弈已经从一场剧本固定的这个舞台剧演变成了一场规则不断演变的复杂对弈的棋局。在这个新的棋局当中，机会属于那些能够穿透迷雾、理解结构、保持长期战略耐心的参与者。而对于我们每一个吃瓜群众而言，理解这场结构性博弈的新规则是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课题。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